我在相亲这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好些年头，见过形形色色的男女，也促成了不少美满的姻缘。但今天，我想跟你们讲讲一个特别的姑娘，小雪。她的故事可真是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深的思考。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小雪的时候，就被她身上那种优雅的气质所吸引。她穿着得体，妆容精致，一看就是那种从小生活在优渥环境里的女孩。后来了解到，小雪今年32岁了，在相亲市场里，这个年纪确实不算小了。不过呢，她自身的条件那是相当出众，家庭环境优渥，父母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从小就给她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资源，让她一路顺风顺水地读到了高学历。毕业后，她又顺利进入了一家稳定的单位工作，虽说工资不是那种特别高的吓人的，但足以让她过上那种小资情调十足的舒适自在生活。也正因如此，小雪在相亲市场中一直是热门对象，就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吸引了不少男士的目光。可是，随着我和她接触的次数越来越多，我才渐渐发现，这姑娘对未来另一半的要求，那可真是高到让我都忍不住啧舌。每次我们坐下来聊聊相亲的想法时，她总能条理清晰地给我列出一长串要求，那架势就好像在描绘一个只存在于童话世界里的完美王子形象。小雪最看重的几条要求，那是相当明确，一点都不含糊。首先就是身高，她斩钉截铁地说，男方身高必须180以上，用她的话说，只有这样，两个人走在一起才会有那种安全感和般配感。年龄呢，得在30到35之间。她觉得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既不会太稚嫩，缺乏稳重和担当，也不会太过成熟，以至于和他产生代沟，沟通起来有障碍。工作方面，他要求男方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是公务员或者国企员工。在他看来，这样的工作意味着稳定的收入和规律的生活节奏，以后的日子才不会过得提心吊胆。收入也不能低，必须在1万以上。毕竟他习惯了高品质的生活，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怎么能支撑得起呢？当然了，人品那是重中之重，男方必须善良、正直、有责任心，还得能理解他对生活各种小细节的高要求。要是找个粗心大意、不懂体贴的男人，那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这还只是个开头，他甚至还精心列出了一份理想伴侣必须具备的优点清单。比如说，必须喜欢看书，因为他觉得爱看书的男人有内涵、有思想，两个人平时可以一起探讨书中的各种观点，那才叫有共同语言呢。还得懂艺术，不管是绘画、音乐还是舞蹈，只要懂一点就行，这样在生活中才能有更多的情趣和共同话题。没事的时候可以一起去看看画展，听听音乐会，多浪漫呀！生活上呢，男方还得能时不时地制造出一些小惊喜，让平淡的日子充满浪漫与甜蜜。比如在他生日的时候，偷偷准备一份他心仪已久的礼物，或者在某个普通的周末，带他去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游玩，偶尔还要带他去高端餐厅吃饭，享受美食与优雅的环境，这也是他所追求的高品质生活的一部分。他可不想整天跟着男人吃路边摊，那多掉价呀。听到他这一连串的要求，我这个当红娘的内心真是忍不住吐槽，你这是在找完美的男神还是神仙啊？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人啊？我一次次的苦口婆心地告诉他，这样的条件有些过于理想化了，在现实生活中，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男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想要找到几乎是难如登天。可小雪却不以为然，她那坚定的回答让我一时竟无言以对。丽姐，我觉得这是我应得的。你看我自己各方面条件也不差呀，家庭好，学历高，工作稳定，我凭什么不能找个更好的？我可不想将就，一开始我还是尽量温柔地劝解她，小雪啊，我知道你的条件很不错，你的要求也不算低，但是你也得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啊。在相亲市场上，男士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考量和要求，大家都得互相体谅，互相妥协一点，才能找到合适的对象。你不妨稍微放低一些标准，找一个和你各方面比较契合的，这样才更实际，也更容易收获幸福啊。小雪一听我这话，立马就皱起了眉头，一脸的不耐烦。我可不觉得我的要求过分，
谁说年龄大了就一定要降低标准？我一直都在努力提升自己，就是为了能遇到更好的人。你作为红娘，难道不应该帮我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吗？我就是不喜欢那些小气，看起来只会花钱陪我吃饭的男人。我想要找一个真正有生活品味、有内涵的人，和他在一起才能有精神上的共鸣。我心里虽然有些无奈，但还是耐着性子继续解释。小雪，我理解你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憧憬，谁都希望能找到一个优秀的伴侣相伴一生。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总是紧紧盯着那些所谓的完美标准，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错过很多原本很合适的人选。那些人或许在某些方面没有完全达到你的要求，但他们可能有着其他的闪光点，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幸福。谁知道我这话音刚落，小雪就又冒出了一句让我心里直冒火的话：丽姐，你是不是觉得我要求太高，所以故意不给我介绍那些条件好一点的？我看你根本就不懂我想要什么。他这话可真是冤枉我了，我在这相亲行业也打拼了不少年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样的情况没处理过。我之所以这么劝他，还不是为了他好。但我毕竟是一名专业的红娘，还是得忍住自己的情绪，尽量保持冷静。接下来的几次相亲，我可是费了不少心思，为他精心挑选了几位条件相当不错的男士。这些男士大多都符合他的基本要求，无论是身高、年龄、工作还是收入，都算得上是相亲市场上的优质对象。可每次相亲结束后，小雪总能挑出一堆毛病来。有一次，我给她介绍了一位男士，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的，就是身高差了那么一点点，只有178。结果小雪见到人家的第一面，就直接当场开怼：你怎么能只有178呢？我在资料里明明写得很清楚，我要求身高必须180以上。我真是不敢相信，居然连基本的身高都不达标，这让我怎么接受啊？当时那位男士也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弄得有点下不来台，脸色微微一变，也有些生气地回应道：我虽然不高，但我能给你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关爱，我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也懂得如何照顾人。你不觉得在一段感情里，这些内在的品质才是最重要的吗？光看身高有什么用呢？小雪却根本不买账，继续不依不饶地说道：你觉得你的事业能支撑起我们的未来吗？你看看你，穿着打扮就普普通通，一点艺术感都没有，这样的你怎么能给我想要的生活？我想要的是一个能和我一起品味生活、享受艺术的伴侣，而不是一个只知道埋头工作的普通人。我在旁边听着他们的争吵，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既为那位男士感到委屈，又对小雪的这种态度感到气愤。我心想，这姑娘的标准简直高得让人望而却步，就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把她和那些可能的幸福隔得远远的。她这样一味地追求完美，真的能找到她心中的那个白马王子吗？我当时真的是差点忍不住了，差点就想开口对小雪说：小雪，你别以为你自己条件好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挑剔别人。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些要求真的符合现实吗？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真正完美无缺的。你这样执着于那些遥不可及的标准，只会让你一次又一次地与幸福擦肩而过。你真觉得自己能遇到一个既符合你所有外在条件，又能在精神上与你完美契合的白马王子吗？别再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了，清醒一点吧。但话到嘴边，我还是咽了回去。毕竟在相亲这个过程中，像小雪这样对另一半有着较高期望的人并不少见。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陷入类似的心理误区。作为红娘，我的职责就是帮助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引导他们走向幸福的婚姻殿堂。只是每次遇到像小雪这样比较极端的情况，心里难免会有些不舒服，也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一些困惑和反思。后来我又给小雪介绍了几个对象，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不是她嫌人家不够浪漫，就是觉得对方在兴趣爱好上与她不合拍。看着她一次次的错过那些其实还不错的机会，我心里真是着急又无奈。有一次我和一位老朋友聊天，无意中说起了小雪的事情。这位朋友也是一位资深的情感咨询师，他听了小雪的故事后，深深地叹了口气，对我说：丽姐，像小雪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很多大龄剩女都会面临的问题。
他们在经历了一些感情挫折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心会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对未来的另一半也会寄予更高的期望，希望通过找到一个完美的伴侣来弥补自己过去的遗憾或者证明自己的价值。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爱情和婚姻是需要相互包容和理解的，没有谁是天生就为另一个人量身定制的。我听了朋友的话，深有感触地点点头。我想起曾经有一对夫妻来我这里咨询婚姻问题，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也是因为彼此相爱而走到一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中的琐事逐渐消磨了他们的感情。妻子总是抱怨丈夫不够体贴，不会制造浪漫，丈夫则觉得妻子太挑剔，不懂得理解他的辛苦。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对方，却忘记了当初相爱的初心是相互陪伴，相互扶持。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和调整，他们才慢慢意识到，婚姻并不是要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与那个不完美的人一起创造完美的生活。从那以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要帮助小雪走出这个误区。我开始尝试换一种方式和她沟通，不再只是单纯的劝她降低标准，而是引导她去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伴侣才能真正与她相伴一生。我找了个机会和小雪坐下来好好聊了一次。我对她说，小雪，咱们先不聊那些具体的条件了，你先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理想中的未来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每天都有鲜花和礼物，还是两个人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是住在豪华的大房子里，还是在一个温馨的小家里享受平凡的幸福？小雪听了我的话，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丽姐，其实我想要的生活很简单，就是希望能有一个人陪在我身边，在我开心的时候和我一起分享喜悦，在我难过的时候给我一个温暖的肩膀。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喜欢的事情，比如看电影、旅行、读书。我不需要他有多么富有或者多么帅气，只要他真心爱我，能懂我就好。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一阵欣慰。看来他并不是完全不明白爱情和婚姻的真谛，只是在追求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我接着说，小雪，你看，你想要的其实是一份真挚的感情和一个能与你相互理解、相互陪伴的人。那我们就不能只看那些外在的条件，而是要去感受一个人的内心。那些身高、收入、工作等条件固然重要，但它们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也许一个身高没有180的男人，他却有着一颗无比宽广和温暖的心，能给你带来比身高更重要的安全感。也许一个不是公务员或国企员工的男人，他有着独特的才华和创造力，能为你们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精彩。小雪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丽姐，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我之前确实太过于执着那些标准了，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可是我已经错过了那么多机会，我该怎么办呢？我笑着安慰她，别灰心，小雪。只要你现在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一切都还来得及。从现在开始，我们换个心态去面对相亲，不要一上来就用那些标准去衡量别人，而是用心去感受对方的优点和诚意。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那个真正适合你的人就在你身边。在那之后，小雪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她不再像以前那样苛刻地要求每一个相亲对象，而是试着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现他们的闪光点。有一次，我给她介绍了一个搞艺术创作的小伙子，虽然收入不是特别高，工作也不太稳定，但他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创造力。小雪和他见面后，没有像以前那样挑剔，而是和他聊起了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两个人聊得很投机。还有一次是一个普通公司的职员，他没有高大的身材，也没有丰富的艺术细胞，但他很细心，很体贴。小雪和他相处时，他总是能注意到小雪的小情绪，及时给予关心和安慰。小雪也开始慢慢接受他的这些优点，不再纠结于他的外在条件。虽然小雪还没有找到那个最终的归宿，但我能感觉到她离幸福已经越来越近了。她现在学会了在相亲中去发现别人的美好，不再是那个只盯着完美标准的固执女孩。我相信，只要她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总有一天她会遇到那个能与她携手一生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深刻地体会到，
作为红娘，不仅仅是给男女双方牵线搭桥，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在爱情和婚姻的道路上找到正确的方向。像小雪这样的大龄剩女，她们往往因为自身条件不错而对另一半有过高的期望。但其实真正的幸福并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与一个不完美的人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我也希望通过小雪的故事，能让更多在相亲路上迷茫的人有所启发，不要让那些遥不可及的标准阻挡了自己追求幸福的脚步。我还记得有一次，小雪跟我说，她以前总是觉得自己条件好，就应该找个更好的，所以才会列出那么多苛刻的要求。但现在她明白了，那些外在的条件并不能保证一段感情的幸福。她看到身边一些看似条件不匹配的夫妻，却过得很幸福。他们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在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这让她意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的幼稚和盲目。我对她说，小雪，你能有这样的感悟，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爱情是一场相互的旅程，不是一个人的挑选。当你放下那些过高的标准，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每一个可能的对象时，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值得你去了解、去爱。现在我依然在为小雪留意着合适的人选，我相信她的幸福就在不远处。而我也会继续在相亲这个行业里，用我的经验和耐心，帮助更多的人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无论是年轻的男女，还是像小雪这样的大龄单身者，我都希望他们能明白，爱情和婚姻的真谛是包容、理解和陪伴，而不是完美的条件和无尽的挑剔。